论坛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的作品呢是追本溯源，基于黑盒测试的 Enigma 6.x Hardware ID Patch。本段作品呢是灰灰参加无爱破解动画大赛2019的参赛作品。那么首先看一下呢，我们要进行这个破解的程序啊，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砧板上的鱼啊，是这个帖子地址啊，这个楼主发的一个 crack me，据他说呢是packed by Enigma 6.3的一个版本，但是这个帖呢疑似已经被楼主主动删帖了，是去年的一个帖子。那么这个帖子中呢，主要提供了一个程序以及一组正确的合法的机器码用户名和注册码啊。首先呢，我们有一个首次的这个思路有这些提供的这些东西之后呢，我们理所应当的是要想到，就是对程序获取的机器码呢进行一个 patch 操作，替换成了合法的机器码之后呢 bypass 这个验证。然后呢，有了这个思路之后呢，说句题外话，经过呢我的搜索呢，然后看了看早期的一些关于Enigma 的这个壳子的一些破解的文章，据说早期版本中的这个硬件锁是可以直接绕过的，但是在后面的一些4.x、5.x、6.x 这种版本呢，注册码呢等这些授权信息呢是参与到了被加壳程序的加密混淆的过程中的，因此呢，理论上你如果没有注册码呢，这些授权信息呢你是无法直接绕过这个硬件锁的，因此这个爆破手段呢就是不可取的，所以呢我们就主要呢就剩下这个 patch 的这个方法了。然后呢，另外呢，在之后呢，看了一些其他人的这个对这个5.x还有这个3.x这个 patch 的一个方法呢，他们都是主要是直接找到这个机器码最后生成的位置，完整生成的出来之后那个所在的位置，然后呢整段的进行替换，达到这个破解的这个效果啊。当然这样子能这样破解的，那当然是最方便的、最简单的。只是说在6.x版本中呢，似乎呢这样的方法呢是比较难找的啊，也许还是可以啊，但是已经更加的难啊，相比5.x的版本来说吧。然后呢，我当时破解这个壳的这个 CM 的时候呢，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个壳子，那时候也没有看过这个关于这个机器码 patch 的历史的，就是历史版本中的这个 patch 的一些套路，我是不知道的。因此呢，我是按照这个我此次的讲述呢，是以我当时的第一思路作为这个讲述的这个主线索因此呢，既然选择了这个 patch 机器码，我们就要先看一下这个壳子呢，它是怎么获取这个机器码的。因此呢，我先找了一下网上找一找这个关于机器码获取的代码的例子然后主要就参考到了这个易语言编写的精益模块。因为这个模块中的代码呢，用的一些方法呢，都是业界普遍使用的一些比较大众的方法也许呢和这个壳子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就看一下精益模块。然后呢，找到精益模块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系统取硬盘特征字这个命令它这个具体的实现可以发现呢，它最主要的是先进行 create file a 用这个操作无论是怎样的获取呢，它都会首先调取这个 create file a 这个是它获取硬件码的一个最核心的函数。因此呢，我们想着也许呢这个函数呢会在这个壳子里用到，可以先对它进行下段进行尝试话说到另一边呢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个程序吧。这个程序打开之后呢，就是一个 Enigma 的这个注册界面输入正确的名称和这个 key 之后呢，就能跳到这个注册成功的窗口上。我们现在目的呢，就是要把这个 hardware ID 修改成我们指定的这一串 ID
修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偷天换日，将用户名和注册码呢复制进去，理论上就可以进行成功的一个破解。因此，我们现在将程序载入到这个 IDA 不是，载入到 OD 载入到 OD 里之后呢，对这个 create file A 进行下段，然后运行。那么很幸运的是呢，就是我们第一个断下来的这个位置呢，看这个名字，它获取 create file A 的文件名是这个名字，什么斜杠点C 这个其实很容易联想到呢，就是在获取这个 C 盘的这个特征码之类的一个操作因为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这么写的，所以我们 Ctrl F9跟回去之后呢，我们看一下它后面这里是不是真的是在获取一个硬盘的一个特征字符串。如果是有获取的话，它应该会有其他的一些更明显的信息出现在堆栈里面，我们就走一走看一看。走到这里呢，看到了明显的字符串出现了。你看 C 盘 Windows 最明显的就是这个了 ，C400 C400 MTFDDAK 什么什么这个呢，因为我熟悉我自己的这个电脑的这些硬件的一些信息所以我知道呢，这个就是我电脑的硬盘的好像是 C 盘吧，固态硬盘的 ID 固态硬盘的特征码，这就是固态硬盘的这个特征文本。因此呢，很有可能这个就是参与了运算，所以我们要验证一下要先验证一下它是不是真的参与运算。你不验证的话，就开始直接追着它跑，那很有可能呢，它不参与运算，那不就白追？所以我们可以随便的对它进行一个修改，修改完之后呢，我们再把它跑起来，把这个 create file A 取消掉，然后跑起来。那么刚才的这个注册码呢，应该是这一串刚才我们本机的默认注册码是这一串，我这个写法呢是将它当做一个字节一个字节拆开来写。现在的注册码是这一串很明显的就是不一样头两个字节就不一样，但是后面的这几个字节呢还是相同的。最后两个字节也是不一样，最后两个字节和头两个字节发生了变化，说明呢这一部分呢的确参与了运算。因此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追本溯源，调试跟踪就要跟踪它这个参与的这个变化的话，它是到底是在哪里进行的一个计算因此呢，我们照样下到刚才的位置。好，大概是这个地方。然后呢，我们下一个硬件访问断点软件的这个普通内存访问断点呢是很容易被这种强壳检测到的，因此我们下一个硬段，下一个单字节的硬段访问，然后跑起来，好像下的不太对，重新跑一遍。我们重新在这个位置下一个硬段，跑起来。好。先看到呢，它在这里的访问了，只不过它访问的是 compare 0x20，20是什么呢？20好像是，看一下。
空格啊，它就判断了一下空格，应该是按空格进行分组或者是什么的，它只是判断了一下，并没有说干什么啊，也没有读取，也没有什么。因此呢，我们继续跑啊，看它还会不会访问到这个注册码。哎，这再一跑，哎，又访问到了。这次呢，它是把 ESI 的这条命令呢，就是把 ESI 的这个指向的内存区域呢，拷贝到 EDI 指向的内存区域。ESI 呢，也就是我们刚才这个下段的这个位置。EDI 呢，就是新的位置，新的位置。因此呢，我们要在新的位置下一个新段，旧的位置呢就删掉了，因为它现在是相当于是更新了一下它的这个字符串的位置。原来的那个呢，一般来说呢就已经没用了。因此我们追着新的跑，发现它又执行了一遍这个命令，然后呢还是一样的套路，找到 EDI 然后呢把旧的段删掉，下一个新段。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追本溯源就是一步一步靠这个断点的访问，然后追踪。走到这个位置呢之后呢，就发现好像很不一样分析一下。走到这个位置呢，可以发现呢，它是进入了一个这个函数这个函数被很多函数调用过。这个函数呢，主要的操作呢，能看出来是一个循环。这个循环呢，将这个字符串呢，每个字符呢依次取出从 EDX 里面依次取出，然后呢和 EAX 进行交换然后呢将这个字符串送进去送到这个到这个call里面进行一个语操作，然后这个是右移操作然后异或进行这些操作完之后呢，结果保存在了这个 EAX 里面里面，然后呢，最终将 EAX 呢再与这个 FF 进行一个异或，然后最终得出最终的结果。这个算是一个哈希函数就是说将这个字符串呢取一个哈希取一个4字节的哈希。因此呢，我们运行到这里就是能找到最终的运行结果。它的最终结果呢是这个结果。这个字符串呢，最终会变成一个604F01A3，这就算是一个类似于就像一个字符串取 MD5一样的感觉这是一个哈希。然后呢，实际上呢，在我第一次研究这个程序之后呢，我会追踪这个哈希我就跟着看这个哈希会跑到哪里去，但是非常难追踪因此我放弃了继续追下去，因为可以看一下从这里跑出去。这个call呢还好这里还好，还没什么。但是，之前呢是追踪到有个地方呢就会进到这个 VM 虚拟机里然后就非常难追踪。因此呢，我就选择从这里就开始下手但是我们依然要验证一下既然说这个 EAX 呢和这个是这串文本生成的东西那么改变这一串文本呢，会导致这个HW硬件码改变。那么现在它生成的这个 EAX 的这个哈希值改变了，会不会导致硬件码改变呢？只要导致了，那说明它就是一个关键，它就是就跟硬件码那个字符，就跟这个硬盘字符串没什么关系了，而是由这个字符串导出的这个哈希呢有关系了所以我们验证一下，照样是验证一下。A81跑起来8499 8499C 什么的，看一下可以看到和第一次验证注册码比起来呢，这几个字节是没有变化的，一样的是最后2个字节和前2个字节发生了变化那说明确实这个就等价于刚才那个硬盘的那个名称的字符串这是等价。只要修改
这一串哈希呢就能想方设法的让它和我们最终这个是进行匹配。那么我们怎么修改呢？它有没有规律呢？因为我们现在是跟不下去了，没有算法不知道它是这个哈希值是怎么变化，最终变化出来这样子改变了这个硬件码的不知道后续的算法。因此呢，当时呢我就决定呢进行一个比较其实看起来也是比较蠢的方法，就是黑盒测试。好，我们分析了这个算法因此呢，我们要进行一个黑盒测试跳回到刚才那个位置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代码还没加载出来，但是我们先下个段是不影响好，然后现在加载出来。那么这个位置呢，和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 EX 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函数是被许多其他函数调用，所以说是不止我们刚才那个位置调用过的，就在它调用之前已经有函数开始进行调用了。但是我们现在先不看这个我们先跳回到运行到这个 create and fill 这里。好，在这个运行之后呢，就会又调用的这个函数这次调用的你看就是是计算我们这个字符串熟悉的位置又看到了。然后我们开始进行一个测试我的测试方法呢，实际上呢就是一步每一次改变其中一个字节，这一次把6D 改掉，这一次呢，下一次把4F 改掉，下次把01改掉，下次呢把A3改掉，一个一个改，看看它呢对这个注册码呢影响是如何的。最终呢，这里我就不演示一个一个改了，最终我只说一下改变的结果这个是真实硬件码，哈希，这是改变哈希后的硬件码。然后呢，我说一下结果根据呢结果我发现改这个 EX，也就是到这里时候呢，改这个 EX 的第一个字节6D 没有任何变化。注意这个硬件码呢还是这一串和真实的一模一样，没有变化。改变第二个字节4F 一样的，没有任何变化。而改变到第三个字节的就开始出现神奇的事情。改变第三个01呢，会出现最后一个这个字节发生变化，并且前两个字节发生变化。而只改变最后一个的话 ，A3 的话，会出现倒数第二个字节发生变化，以及前两个字节发生变化。此时其实我已经开始大胆的推测了，其实破解呢就是一个猜的过程。我猜测这前两个字节和这个计算是没有关系的，前两个字节的变化只与后面这几个字节有关。也就是说，它是先把这后面这几个字节呢，根据这个硬件的信息计算完得出一个结果之后呢，再将这后面这几个字节呢的这个计算出来这几个字节的结果再哈希一遍。这两个字节呢是后面这一串的哈希值，所以说只要后面这一串能模拟成正确的这个硬件码的内容的话，前面这两个字节自然而然呢它就会自动计算成这两个字节的内容，所以呢前两个字节是不用管的。因此呢，只看刚才说的后面的变化。当改变这个01的时候呢，最后一个字节会发生变化。而改变这个 A3 的时候呢，只有倒数第二个字节会发生变化，说明它们是有一个一一对应关系的，并且呢，我进行了一个进一步测试，就是说，如果我只改变这个字节呢，其中的一位呢，比如说只改变01中的0，或者只改变01中的1，会不会它还是只变化一位呢？我发现确实是这样的。
假如说你只改变01中的0的话呢，它只会改变这个51中的5，这个51中的5会跟着这个0的变化而变化，改变1呢，就这个1会跟着这个1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它这个操作呢是按位的进行一个计算的操作，然后最终得出注册码的。我们只看这后几位，前2位呢我们就不管了。也就是说呢，它是一位一位的进行一个变化。因此呢，我就想到了一个方法，我们可以试。当然这个方法看起来是很笨的，但是呢，现在呢，我们改变的这个地方呢，只有这2个字节是变化，那么前面还有6个字节呢，它是没有变化，这怎么回事呢？那么我就大胆的猜想，它是跟这个函数，它们的计算过程可能都是在这个函数里完成，就是跟前面6个字节没有变化的这6个字节的相关的这个哈希值呢，也是在这个函数里进行的，只不过是在其他的调用的时候。因此呢，这时呢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个重新跑一下。如何验证我们的这个想法呢？那么就是重新跑一下，然后呢，在第一次的时候跑到这里的时候这个 EAX 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对它改一下，对吧？改一下随便归零都行。但是这样改了之后，我们一个一个改有点麻烦，所以我们索性呢把这个 E 或 EX 这里呢直接给它 NOP 掉把这个 E 或 EX NOP 掉呢，就相当于接下来每一次执行这个函数的对 EX 的计算结果呢，都和正常的程序呢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因为 EX 是一个反向的一个计算操作所以呢把这个 NOP 掉了之后，这个 EX 每次都是不一样就和正常的计算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我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一直跑，把这个 create file A 去掉，然后一直跑。可以看到它真的是的确调用了很多次这个函数，大概有10几次吧。好，我们跑下来，看一下它的注册码变化了。我们看一下全部 EX 改变。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除了这个 C2 和 D8 以外，后面的这4个字节也变化了，但是 C2 和 D8 还没有变化。那么是不是我们找的不对呢？是不是 C2 D8 不在这个 call 里面呢？对吧？我们现在已经发现这4个也变化了，那么说明这几个的决定因素呢，全都是跟这个 call 相关的。只要我们写一个脚本呢，把这个 call 给它 hook 住，然后可以测试它的 EX 值就能得出它这个变化的一个关系。但是这2个呢还是没有变化的。但是这个不要着急我们看一下那个楼主给的正确的注册码里面，这2个也是 C2 D8，也就是说 C2 D8 实际上是一个固定值，它不随机器变化所变化。因此呢，我们的 C2 D8 呢实际上也可以放一放C2 D8 呢也是固定的，头2个不用管，这2个也不管。现在呢，我们只要看这4个就行。然后呢，根据刚才的这个测试的结果，我们发现就是在一次call里面，它会改变2个字节，分别对应 EX 的第2位改变2个字节。那么也就是说，这6个字节理论上呢，3次call呢就能变完。事实也是这个样子的，确实是如此。就是猜测的结果呢和这个是如此。既然我们猜测如此呢，我们实际上已经可以开始写一个脚本了。
但是这个脚本呢，因为要 hook 这个东西啊，并且呢要每次都要重新启动一下程序呢，所以呢在 OD 里是写不了的，是要用语言来写的。首先我先讲一下我们这个脚本编写的这个思路吧。因为呢，我们这个能这样的进行破解呢，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硬件码中的每个字节呢，是只跟随这个哈希值中的一个字节进行变化的，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非线性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呢，才能导致我们可以用这样碰撞的方法啊，试的方法尝试黑盒测试的方法来进行破解。假如说如果我这里 EX 其中的一个字节我改变了，会导致它整个这个硬件码全部发生变化，那我们这种方法实际上就已经不可行了，是猜不出来的。但是只能说运气好吧，或者说 Enigma 对这方面的这个计算呢太过于疏忽，因此呢，它只是一个字节对应一个字节的变化，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好猜很多的，并且呢还只是一个字节中的一位就对应了其中一位的变化，那么就是更好猜是非常好猜的。因此我们可以写一个脚本，这个脚本呢我也写好了，时间关系呢我已经写好了，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这个运行的原理吧。先看一下运行的原理。界面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是你要 patch 的一个程序啊，另一个框就是要输入你要 patch 成什么样的机器码，把这个机器码输进去就可以了，然后点一下 patch， 我就可以成功 patch 了。然后呢patch 的原理呢是这个样子。首先呢，它会将一个 DLL 注入到这个程序里啊，这个 DLL 我也写好了。这个 DLL 它有什么作用呢？这个 DLL 首先呢，需要先hook 一个函数啊，这个 create 现成的函数，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首先过这个反调式检测它这个是有一个反调式检测的，就假如说我重新运行一下，好起来了。我假如说我在这里下一个软件断点CC 断点，然后进行运行。这里好像是没什么问题。反正呢，在我一开始测试之中呢，这种软件断点，就是修改内存的一些操作呢，都是会导致这个程序崩溃的。因此呢，我怀疑呢，它是启动了一个线程，专门用来检测这个程序的内存。因此呢，我就是在它这个 create strader 这个地方呢，创建现成函数呢下了个断点，然后看了一下，那么确实是有个地方呢是在检测现成，就是在这个位置，这是它的头部的那个特征。这里它会呢启动线程，启动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反调式的一个函数，它是里面会检测内存的数据，反补丁函数吧，可以这么说，反补丁啊。因此呢，我们首先呢是要，这是一个要反补丁的一个操作啊，就是过这个反补丁。我们的程序入口呢是在 start 这里，首先是对这个 API 呢进行一个 hook 啊，先 hook 了这个 create string， 然后呢这个是进行反补丁操作，就是把这个反补丁函数的头部给成 return 啊，给成 return 之后呢，它就不进行这个检测。其次呢是对这个 compare string w 啊进行一个 BP 啊，进行一个 hook。为什么要 hook 这个函数呢？实际上这个函数呢，它是当时我找到的一个解码的函数。因为我们现在的目标呢是要跑到这里对这个下印段，但是可以看到程序一开始的时候呢，这里的代码是没有加载出来的，所以呢你要找一个 API 啊。当执行到这个 API 的地方的时候呢，这串代码能加载出来，并且刚好没有执行这串代码，找一个地方。这样的话 BP 到这里之后呢，你看执行到这个 API， 而这串代码也已经加载出来了，但是它还没有被执行，所以这个地方就非常好，所以就需要找一个 API 处于这种地方，然后把它 hook 住。只要它第一次调用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进行初始化的地方。我们进行初始化呢，实际上是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操作啊。我们首先呢会先在内存中搜索一个关键字，搜索一个特征码。这个特征码是什么特征码呢？搜一下啊。这个特征码呢，就是我们程序的这一块啊，我们把它弄了一个特征码，目的的就是搜到我们这一块的这个函数啊，搜到这一块函数，然后呢，在这一块进行下段，不是下段啊 ，hook inline hook 啊，就是一个汇编的 hook 啊。从这里呢 hook 住，这样呢 hook 住呢之后呢，新建一个回调的函数啊 hook 住之后呢，新建一个回调函数。这个回调函数中呢取 EAX， 这里呢取出的 EAX 呢和我们在这里下这个印段啊，这里下印段下到停处取出的这个 EAX 呢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这里呢就可以既取 EAX， 还可以修改它的 EAX。因此呢，我们这个 DLL 的主要的用处呢，就是用来修改 EAX 就是 hook 住这里的 EAX， 然后修改这里的 EAX， 以达到一个这个破解的目的达到这个 patch 的目的。但是 EX 要修改成多少呢？这个我们是不知道的，因此呢，我们需要一个具体的一个主程序进行一个整个逻辑的一个编写。这个主程序呢，它的操作是这个样子的。首先呢，它会先获取本机程序在本机环境下的这个 HWID， 就先获取一下我们真实的硬件码先获取真实硬件码会执行这个函数它会执行一次这只是说硬件码获取失败的话，它再循环再重新执行这个 function run 里面呢，就实际上就是运行我们要被 patch 的程序，并且把我们刚才那个 DLL 程序注入进去，然后如果需要的话呢，通过这个窗口句柄通过窗口句柄来取这个 ID， 通过窗口句柄呢把这个字符串取出来，就能知道我们现在真实的或者说改变后的就这个计算最终的这个硬件码是多少，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进行一个取出。因此呢，我们首先呢运行一下
先执行一下这个程序，然后呢把这个真实的 HWID 取出来，取出来之后呢，当然它不只是把 HWID 取出来，它在运行的时候呢，因为已经把这个地方 hook 住了，因此这个地方每一次执行呢都会被记录下来，就每一次执行都会转入到我这个议员写的补丁程序里，然后记录一下 EAX 的值，每一次都是可以记录的，然后这个记录呢，它会生成一个 list 文件，里面就存放着记录的所有的 EAX，第一次运行的时候，这个 EAX 是3047FAD6，然后第二次是CF 什么什么，然后第三次是什么，它会用一个 list 文件，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全部记录下来。好，这里记录下来之后呢，会按行进行分割分割出来之后呢，我们现在就知道它总共这个 hash 这个函数呢执行了几次总共有几个 hash 知道了这个所有的 hash 之后呢，会用一个全局变量把这个 hash 呢，和这个全局变量这个数组的成员数组变量呢，就是定义成一样的。然后呢，这时候我们就开始测试了，每一个 hash， 就是每一次运行，根据 hash 数量，比如说如果这个 call 会被调用10次，那说明就有10个 EAX，10个不一样的 EAX 在这个 list 的文件里面嘛。然后呢，也就是说这个循环呢会循环10次，那么10次呢分别是改变第一次的 EAX， 它会改变成进行一个异或，反正就是改变成和原来不一样的值，然后呢运行起来，然后提取一下 HWID， 然后放到一个数组里面，然后结束运行，然后第二次运行呢就不改变这第一个了，而是等到跳到下一个第二个的时候改变第二个，然后呢以此类推，然后再把 HWID 然后放到这个数组里面，总共然后这样的话就有10个 HWID 就能都放进来。这时呢我们就可以看一下HWID，我们就可以开始筛选，看一下这个 HWID 呢和原来的 HWID 是不是不一样的，就是这10个之中哪一个和原来的是不一样的，只要和原来是不一样的，那说明呢那一个所在的那个函数的调用的 EAX 呢是有用的，因为如果还是一样的话，说明那个修改 EAX 的和这个硬件码是没有关系的，而变化的那就说明是有关系的。所以这里呢实际上就是筛选出这个会变化的 hash， 然后开始进行黑盒测试。那么假设我们筛选的就是刚才那个假设我们筛选的就是我们一开始在这个调试的时候找到的这个 hash， 这个01A3我们刚刚也说了，前面2个字节是没有用处的，我们只看后面2个字节01A3。如果说我们现在找到这个，那么我们具体怎么进行黑盒测试，怎样才能计算出正确的这个 hash 结果呢？实际上就是在这里进行一个计算。它的计算方法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呢每一次呢它可以将这2个字节都改变，因此呢并且呢每一位就是一位就对应着一个其中的一位这种一小位就对应着其中的一小位，因此呢我们可以第一次呢全部赋值0，全部是0，这样呢就可以测得所有的，比如说是它会改变这2个字节，那么也就是说当我们输入0000的时候呢，它对应的可能是一个什么 AFB3之类的，也就我们可以知道这一位在0的时候它对应的是 A， 这一位在0的时候它对应的 F， 这一位在0的时候它对应的 B， 这一位在0的时候它对应的是3，我们就可以知道它对应的是多少了，就能知道这最后2个字节每一个对应的多少，所以一直到11112222一直到FFFF，
只要16次，我们就可以把它这2个字节中的每一个字节的对应关系全部搞清楚，只需要运行16次。因此呢，实际上这样的测试呢是非常快速的，只要运行16次，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真正的hash 呢对应关系呢全部都保存下来。然后呢，16次呢只是把这2个字节搞清楚了。然后呢，可以看到呢，我们这个硬件码是总共有6个字节是根据这个 hash 进行变化的嘛，根据 hash 进行变化的，所以说是要1次、2次、3次，要3次hash 的黑盒测试呢，才能全部测出来。所以实际上是需要3、6、18 48次，一共这里要运行48次这个程序，就能把所有的 hash 结果测出来。然后最终测出来之后呢，它会调用这个测完之后呢，就已经把所有对应关系存起来了。存起来之后呢，调用这个按钮仪备单机的函数。按钮仪备单机函数实际上就已经是开始修改 hash 了。比如说是第3个 hash 对应的是有这个注册码，那么就把第3个这个地方进行修改，修改成我们已经找到的这个位置。好，我们简单的看一下，测试一下。说实话呢，我用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比一般的破解方法复杂许多，所以听起来就是包括讲述起来是有一些费力，所以还是直接看一下效果吧。我们现在要模拟的是这个机器码，我们就把它放进来，然后进行配置。它第一次呢，先是获取了当前的 HWID， 然后呢，已经开始测试了。这里呢会运行48次，可以看到它每一次呢，只会改变一个。这里是运行list 有多少，它会运行多少次。这里会运行18次，刚才是运行18次。然后接下来呢会运行48次，因为只有其中的3个，这 list 里面调用了18次这个函数，就有18个这个 ex， 但实际上只有第3次、第4次和第5次，这个第5次就是我们刚才那个你看到 6D4F01A3，就是我们一开始找到的那个考，所以它只会调用这3个考是有关的。然后呢，这3个靠中呢，每一个呢，这里要测试16次，这里测试16次，这里测试16次，它就能找到全部的注册码的这个所有的可能性。然后这个程序的话，实际上还可以进一步提高这个运行效率那就是直接一次性多开直接一次性开好多个被测试的程序，就可以一下子提高很多效率。只不过我这里是为了稳定。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成功进来，但是它没有让我们输入注册码，是因为我之前测试的时候输入过一次。我们把这之前输入的给去掉吧。这个是那个注册码保存的位置，我们把它删掉就可以。删掉之后，重新再开，重新再patch。这个patch成功之后呢，它会把这个结果保存在这里，它会保存这里。我这里编写的意思就是要修改第3次 hash， 其中一个修改为实境值的99，另一位修改为31，然后第4次的 hash， 其中一位修改为120，其中另一位修改为117这个是实境值它会把这个要修改的结果都保存起来。好，然后我们直接这次进行patch。对，它好像没有保存。
这个可以优化一下，就是写一个保存。写一个保存的话，它呢就把这个 patch ID 直接保存下来，就不需要再进行这个重复的这个测试。实际上，我们这次破解呢，最关键的就是找到的这个函数，一切的功能呢都在这个函数里面，就是关于这个硬件码的修改，一切的东西啊，其实都在这个函数里面，只是说，你要把它这个函数的所有调用都先弄出来，所有的调用记录都先找出来，这是他们每一次调用中 EX 的值。然后再尝试修改每一次调用时最终计算出的 EX， 你给它改掉，一个一个改，然后改完之后呢，看一下改变哪一些 EX 呢，会导致这个 HWID 进行变化，然后变化了之后呢，你把这个 EX 记录下来，说明它是有用的啊。所以在这个程序里呢，最终记录出来的 EXID 呢就是这三个，只有这三个变了呢。这三个变呢，会导致它后面的这几个变化。这个变化我们是不看的。这个变化的话，实际上后面好像有一次调用你改变 EX 的话，会导致前四位变化。但前四位我们不需要这样子变化，前四位是不用管的，因为只看后面，所以只看后面这几位。只看后面这几位的情况下呢，就是这三个会导致后面这几位的变化，会导致。这个以及最后的这两个字节变化，就是在这三位会导致的。因此呢，然后最终呢，就将这三位中的这个字节，是这三位中的这个字节和这个字节进行测试。因为我这里保存的和它这里显示的是相反的，所以这里的低位呢，实际上是在这里的高位。然后最终测试完之后呢，就能得到所有的结果。得到所有结果之后呢，根据你要输入的这个注册码，它就能知道你输入的这个注册码呢，这个比如说在8，它是知道修改第几次靠的这个字节为多少的时候呢，这个能变成8，因为我都已经全部记录下来，全都是能知道，然后按照这个操作呢进行修改，最终呢就会得到这个注册码。可以看到。这个注册码和这个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这时呢，我们把这个用户名、注册码输入进去，测试一下。好，成功破解，这样呢就成功破解了。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测试效果测试效果呢就是比较成功了，进行破解。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我们这个方法能否通杀低版本，因为我们这个方法实际上是很底层的一个方法。这个函数也是在低版本里，我经过看了一下从3点多版本实际上就已经有这个函数，所以我们可以测试一下能否通杀这个低版本。比如说这个5.2版本。是16年的一个人他做的一位师傅他做的这个破解的这个所用到的这个版本，我们可以试试能否通杀这个版本。我们就还是照原来这个注册码吧。
一下注册码长度是不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我们还是照原来这个注册码来。我们还是想让它改成这个。不过其中的这个 C2D8 呢，因为是个固定的啊，你应该是改不了的，所以呢，这个 C2D8 我们把它替换一下。这样哈，这样的应该就是可以改的。这里呢，实际上就是继续进行一下测试。好了，我这里换了一下啊，我刚才换了一下，换成了这个正确的注册码，我们来测试一下。我们测试通杀低版本的话，我们就用一下之前16年的一位师傅啊，他做的这个5.2和3.8的这个破解，我们就测试一下我们的这个工具能否破解这个 patch 这个5.2和这个3.8的保护。我们现在先测试的是这个5.2。这里为了节约时间，我就暂停一下。好的，我们这个运行结束了。可以看到啊，这个注册码和在5.2的情况下呢，是可以成功 patch 这个注册码的。测试一下能否进入程序。注册。好，发现呢内存不能为 RAID 啊。这个呢，实际上呢是触发了它的反调式保护，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patch 工具呢，它是被发现然后呢，之前呢，我经过测试呢，就是在 OD 里面呢，断这个地方，然后呢，根据我计算的结果呢，手工的把这个地方 patch 一下，是可以正常过保护的，而在3点多的版本下呢，实际上呢，会有另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3点多版本，3.8版本。3.8版本呢，可以看到它这个注册码呢是挺长的一个啊，是比我们之前的这个要长。好，我们同样先暂停一下。好，这个我们 patch 结束了，发现呢注册码不对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发现注册码不对啊，这是 patch 结束的注册码，这是本来我们想让它 patch 出来的注册码，不对在哪里呢？发现后面都是对的，包括这个固定的这个不变的文本也是对的，只有这一串是不对的。这一串不对，也导致了前面的这个 hash 呢出现了错误。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一串呢，它是绑定的是另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呢，那个硬件的计算呢，它不在这里，不在这个函数中，我们没有改到它，导致了这一个保护呢，我们破解失败了。刚才那个5.2的呢，实际上是可以成功破解的啊，只是因为反调式处理的不完整啊，导致它反调式检测到了。我们在 OD 里呢是可以破解的，而这个3.8呢，我们现在呢实际上是破解失败了，通杀失败了。但呢，其实也有方法。这个3.8呢，
这个3.8呢，我们看一下啊，打开一个这个是6.0的这个 demo 版本的这个英尼格玛的壳子，看一下它的硬件锁定。经过我的测试，这个会出现的不变的这个，就我们改不到的这一个呢，实际上是系统卷标序列号，其他的这几个我们全部可以改到，全部通过这个靠 inline hook 这个靠，然后全部能通上，就呢这个我们是改不到的。那么这个怎么改呢？这个呢就留给大家的一个问题吧，小问题，其实也是很好改的。一个小提示啊，是一个 API 啊，只要找到这个 API， 你就可以改这个系统卷标号，达到最终呢 patch 啊，就是这个也可以 patch， 所有都可以 patch。所以说，其实这个 patch 失败呢，并不是版本号的原因，而是说它把这个硬件绑定全开了啊，它全部都开启了。刚好呢，我们这个是 patch 不到这个上面。然后在我们一开始的测试的这个6.3的这个保护呢，它是没有开那个什么的，它是没有开这个卷标号的，所以说呢它这个是可以成功的啊，只不过呢这个3.8的这个版本它开的比较全，测试出了我们的这个缺陷，具体怎么改呢？这是留给大家的一个问题。然后做一个结尾吧。我们本次这个教程呢，主要就是讲了这个英尼格玛壳的这个硬件锁定的这个破解，主要方法呢就是 patch 机器码，然后呢是用的英尼格玛6.x啊最新的这个版本呢进行一个作为这个测试，作为这个我们立项的一个对象。然后呢，替换了它原本的机器码，然后最终 patch 成功。我们这个替换方法呢，用的也是比较复杂的，不是说简简单单能把机器码就是生成好的，然后直接复制粘贴啊贴在那里就能 patch 好了。而我们用的呢是一个黑盒测试，因为我们找到了一个很罕见没有被 VM 过的一个比较关键核心的一个 hash 计算函数。在这个 hash 计算函数之中呢，它会把这个英尼格玛的这个卷标号名称啊、CPU 类型、主板序列号这些的字符串，全部通通扔进来进行一个计算，然后得出一个关联的这个 hash 值，根据 hash 值的最后2位呢，然后呢进行一个计算，最终得出了这个hardware 的 ID， 得出了硬件码。因此呢，并且呢，由于它这个 hash 值的和这个 hardware 的硬件码的关联呢是非常的直接的，就是一位对一位啊，一位对一位啊，就导致了我们只要测试16次呢，就能测出这一位的内容。刚好呢，它每一次靠呢，每一个靠里面呢，它又有这个多少呢？它又有这个4位可以测试。然后我们运行一次程序呢，就能同时测4位啊，16次呢就能同时把4位测出来。那么总共呢，它这也没几位啊，所以就几个16次，几个运行16次的时间呢，就能把它所有的测出来。测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修改成任意的我们需要的这个机器码。把机器码修改成功之后呢，粘贴上对应的用户名和注册码即可 patch， 就成功 patch。这就是我们这次用的方法，黑盒测试，相信以前也是没有人用过。然后我也是从一个比较基础的，就是从一开始的思路开始这个开始逐渐的深入，是由浅入深进行一个讲解。最终还有这个编写的脚本，到时候都会附带在这个文件里，供大家参考。然后本次教程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的观看。